害我就要板，很多人敲完说要聊这个话题，就是稳交之后很平淡怎么办？我发现这是多数情侣会遇到的问题。那分手也不是，因为已经进入一个舒适圈，那不分手又超无聊的，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，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。好，所以稳交之后，热恋期过来就变超级平淡，进入舒适圈了怎么办？不会觉得那个状态很舒服吗？不会，是一种习惯啊，这样不好吗？也没有不好，就一个生活伴侣啊。可是就会很无聊啊，就会变得很平淡。啊，平淡有不好吗？就是会没有热恋感了。可是我跟你讲，热恋感本来就3个月到半年一定没了。真的吗？这么短？不可能有人热恋期可以10年的啦。热恋期其实是一个生理机制，你知道吗？脑内多巴胺分泌。是吗？你要换下一个新鲜的才会再分泌，就是热恋期过了，但是你会进入另外一个期间啊，磨合期或什么的。你要永远不平淡，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啊。我发现有些人会很喜欢很新鲜感的那种生活，但也有些人会喜欢过很平淡的生活。我觉得应该是我会选择很平淡的生活。可是你又一直抱怨平淡，可是又会很无聊，都是你要有新鲜感。我应该是需要很多外在刺激、惊喜。你对伴侣的需求是希望他要制造很多生活乐趣跟惊喜给你，不然你就不要交，不然就很无聊啊。男生不懂我要什么，那所以你要直接跟他讲，你不要想要他懂。那直接讲就觉得没有惊喜感。你要有那种仪式感氛围感。对，我要仪式感。对，可是那个对，就是你不跟他讲，他是不会知道的，他就不知道，他不知道你要什么，你又会卡在说，可是如果都是我告诉你要怎么做的，那就是我自己弄的了，就不是你替我做的。我知道很多女生会卡在这里，而且讲一次没有用，你要一直提醒他，他才会一直做。我觉得这很烦。对，这我不知道能不能说，但是就是表示你要的这个人，他就本人不是这样的人啊，然后你硬要他变成你想要的人，你要把 A 凹成 B， 那你就会很苦啊。就会卡在那，可能是这个男朋友没有那么符合你的需求，因为你的需求看来是要一直不断的制造乐趣跟惊喜给你，那你就不能跟直男在一起啊。怎么办？可是现在直男很多我觉得直男也愿意改变，但是他们需要有明确的指令，就是要输入正确的指令，要直说。机器人的概念，对，机器人有问题，可是你要一直讲好几遍，我就会觉得到底有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？生气，对，他好生气啊。例如什么啊？因为你知道我也是一个很善于给别人惊喜的人，然后我跟我的男朋友到现在每一个情人节都是我帮他过的，我找餐厅，然后他都没有付出什么，但是我也想要那个有过节的感觉，他说好，然后就什么都没做。对啊，因为不在乎这件事。然后他说他很爱我。你这个问题很多粉丝都有问过我，他很想要有仪式感，去过生日或过节日，然后每一次男友的生日或情人节等等，他都会规划好很好的行程跟仪式感，男朋友也都觉得很 OK 啊。可是换他生日的时候，他男朋友就什么也没做，然后就觉得我为你做成这样，那为什么你什么都没学到？你为什么就没有为我这样？你们现在会觉得这样很奇怪吗？然后你还说你爱我，真的很坏。好，那我要讲实话咯，因为这一切是你想要的，不是他想要的。你做的那一切是你想要的，不是他想要的。你懂我意思吗？他很开心不代表他想要，就是你做了，然后他就觉得配合你 OK， 这样很好啊。可是你要他一个人要去铺陈这些来做给你的话，这不是他想要的。其实他没有在喜欢这个东西啦，他不用这些也能过活。也就是说，你认为的爱的表达跟他认为的爱的表达是2件事。那他的爱的表达是什么？那你要去看啊，他的认定是什么？就是我生气的时候，他会说你不要生气。所以有时候女生交往到一个程度，就会发现你好像没有给我什么。然后再加上刚刚我们讲的，就是女生有时候又会觉得我不想要直接告诉你我的需求，因为如果告诉你，就好像我是在跟你要，我就没有觉得你在为我好跟疼我。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女生的这个心态非常吃亏？你在恋爱中很容易不快乐，因为你等于要别人去量身定做成为你想要的人，而你不能告诉他。你要去买电器的时候，你就去跟他说，那个店员，我想买一个电器，但什么功能我不告诉你。然后你想要做什么呢？我不能告诉你。你快去帮我找一个我很想要的东西来，但是什么我都不会跟你说。你只是说你要什么好不好？我不能跟你说，因为跟你说了就不是我要的了。盲盒的概念。对。然后你再来说你们这里买不到好东西，你们这个店有够烂。女生为什么不容易快乐？就是把这个卡死啦。你把快乐的条件绑定在要有一个别人完全是我心中想要的样子，等于是我要有个梦幻的白马王子，然后完全读懂我的心，然后因为我不会告诉你，然后你要猜懂我，然后帮我做到，你不会觉得这很难吗？你不觉得是通灵式恋爱吗？关录音。对，你没有觉得？骂过哎。对啊，我还是去跟一个会通灵的人。这真的是通灵，一个是通灵，然后一个是你觉得你做的就是希望他复制给你，所以你才做，因为你做的就是你想要的。
然后你希望他也这样子回馈给你，可是这一切不是他想要的，所以他不会觉得这是爱的表达。我们要学习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每个人对爱的认定跟表达都是不一样的。然后如果你只把爱锁定为一种东西叫做仪式感，那其实你也很容易被仪式感控制跟利用哦。你懂我意思吗？我不喜欢这件事，可是我知道你喜欢，我就用这个把你，我一定把到你。我一定把它到，因为这太对，因为这是最简单的仪式感，砸钱就有了，花点小心思就有了。因为我知道你就吃这套，但我有没有真的喜欢你不一定，我只是知道你喜欢这一套，而且这一套一点都不难，就是某个 SOP 而已。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好像有点危险？所以为什么很多男生追女生永远就是那几套惊喜啦、气球啦、玫瑰花啦，然后送到公司让他被同事羡慕什么？他很精准的抓到你内心的需求，就是这种东西。那这种东西是非常简单的，不用花太多心思的。我会觉得这有时候是某一种低成本的追求。是啊，变得好廉价。不能说廉价，不能说廉价，但是我会觉得，如果大家都喜欢同一套的东西，其实要把女生真的很容易。要不要花点心思做而已？那当然，我们也可以反方向让直男学到，就是你看，你只要花点小心思，其实女生就这么高兴。女生真的没有那么难追。刚刚所有女生讲起来就是要这个，可是直男就是死不做。所以直男可以注意一下这件事情，就是小小的取悦他们其实就很开心了。情绪价值，对，就情绪价值跟某些仪式感会被很多女生定义为爱我。那这个东西男生可以学，但是我也想要提醒女生，这个一定等于爱吗？有时候不一定。还有就是，我觉得真正的爱是两个人之间的爱的表达都能被 match 起来，这个是你认定的爱，不见得是他认定的爱。那我们可以去互相探索，那他认定的爱是什么？那如果你真的都感受不到任何他对爱的表达，那当然我也支持，就是对啊，他什么都不能给你，你要的情绪价值，你要的仪式感，什么他都不能给你。这段感情毫无价值的时候，你确实是可以放生他。可是你要不要去找你想要的那种男友？你不要去找就是什么都不会，也看不懂这个东西的好在哪里的人，然后硬逼他做，可是我又不能告诉你，这个就会让你苦到你自己啦。不觉得女生这样很吃亏吗？你是辛苦到你自己耶，你把大把的时间拿去在这种事情的纠结上，会不会觉得很浪费？对，消耗在这上面。对，内耗的是你，不是他哦。然后你又让自己不会是他哦，他只会觉得又要发什么气了，又要发生气了，这有什么好生气的？这不是小事而已吗？他又怎么了？哎呦，我早讲啊，买蛋糕早点讲就好了，干嘛？就是什么都不说，对，就自己什么都不说啊，你就讲没。然后可能女生就气说，什么都要我讲啊，如果我讲的话就不算啊。永远都在吵这些，然后你说节日那么多，每个节日都在吵。刚这个小编觉得他就是要仪式感跟那种被疼爱，对，然后很细心，满满的情绪价值，很满的情绪价值，对，但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一定要让你感觉到很用心嘛。可是有些人就是他要的就是物质，就是你不用心，但是你就直接买一个包给我，或者是有些人就直接转钱给你。什么？对，就是8之类的。好 ，OK， 你什么都不用，你去忙。就有些人是这样，有些人就是他要物质或金钱或红包，真的不用搞那些有的没的，就直接把钱给我最快。可是像你可能就会觉得啊，这样很怪耶。对啊，我就是你干嘛给我钱？你给我钱好怪。对，哇，你有感觉没心是不是？对啊，你就是转进来，然后省事啊。可是就会觉得可是钱啊，所以你看你要的是用心，可是有些人要钱。对，我会觉得用钱最实际，我可以买我你看，对，给我钱，买到我不喜欢的礼物，我还要觉得那这个礼物我要怎么处理？对，一个是仪式感很麻烦嘛，你不见得喜欢那些东西，甚至有搞不好比较实际的人会觉得其实那些都浪费钱，那你不如变现给我，欢迎转入8888，我自己去买我想要的东西，我还比较快乐。有些人是实际派的，就是不用浪费那些钱。所以我在这里我要讲的是说，没有谁对或谁错，大家不用去争说仪式感只是浪费钱，或者是直接包红包比较实际，就不一定，就是每个人要的不一样。所以你看才会有很多长辈是不一样的。有些长辈就是你包红包他就开心的，可是有些长辈就是要人家哄，有没有啊？阿妈，你今晚看起来就笑脸呢，你身体就好嘞。对，这个就是情绪价值嘛，他要人家哄嘛。有些人就两种都要嘛。好难。我们有一天我们也会老，我们也会变阿嬷。那个时候你是哪一款阿嬷？我要收红包型的，还是我要红的，还是我两种都要，还是都不要？你们来陪我就好了。就是每个人对爱的表达跟对爱的接收是不一样的，理解是不同的。所以交往期间其实都是在磨合，说你想要的是什么，什么可以让你感觉到被爱。那我愿不愿意去为你做？然后以及那对方呢？对方想要的是什么？我愿不愿意为他做？我们也不能单方面只是想着对方要为我们付出啊！就大家是互相嘛。既然我们都是在说互相，那他要的是什么？我们有没有沟通到这一点？我觉得很少人不喜欢物质，很少人不会被物质打中，所以要小心歪掉。男女都是用物质砸对方，都很容易砸中，很好砸，人类很好砸的。你只要愿意花点钱，其实很好砸的。所以为什么很多男生就是用钱把妹最快啊？
我不用浪费时间跟你谈情说爱，猜什么情绪价值，我用钱搞定你最快。这其实是一个最快速的快捷键，而且也是最省事的。但是是不是很多人就是掉进这种陷阱，以为这就是爱？可是搞不好终其一生都不知道什么是爱。刚听这样讲，我就突然想到说，你们都没有谈到什么爱不爱的事情。对他想要的，我好像没办法给他，但我想要的，他觉得他有给我了，可是他就觉得我不够用心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有一种像我在考试的感觉，我会压力很大，觉得怎么办？那为什么我们都不能直接问？为什么我们不能聊这件事情？他又想要我自己去想。惊喜，反而惊喜，对，他会觉得他想要有仪式惊喜感，而且他是男生，他反而就是跟他相反的。对，因为这个无关男女，很多人就是会觉得，只要我开口跟你说、跟你要，我就不用心，就不是你主动想给我的。我觉得真的不是这样。他就觉得我没有把心放在他身上，他那么喜欢我，我觉得这都是通灵。真的，我那时候就会跟他说，那我们好好沟通好不好？你告诉我嘛。对，真的会想要你就告诉我你的使用说明书。但是他却跟我说，动动你那个懒惰的脑子想一想。我觉得这都是期待伴侣通灵，期待伴侣通灵往往都不快乐也不幸福，都是在互相内耗，久了就会变成我会觉得，然后就一直吵架。是我的问题。你看，就就是互相内耗我不太。关注你。对，我就觉得说，是不是我真的没有做到好好的去为你的角度思考，是不是真的是我的问题？然后你看，这样就有点被 PUA 了。对，我后期被 PUA 超严重。好好的一段感情，其实可以不用走成这样。而且我们其实原本是感情很好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从哪一刻开始就突然变成这样子。我觉得稳交好像很容易，有时候走到哪里就偏了。对，突然那我想讲一个东西是，通灵式恋爱这件事情是男女都会发生。那为什么我们不愿意直讲？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告诉对方我想要什么？因为我们好像认为，只要我说了你才去做的这件事情就不值得被珍惜或变得廉价了。可是为什么我们有这种想法？你告诉他你想要什么，而他努力去做了，这件事情哪里不对跟哪里廉价了？我们纠结在你必须猜、必须懂、必须自己想到、猜中，然后了解我，然后才是有价值的。我觉得这本身就是很大的错。他就是要我自己想。为什么要猜？你知道一个人是很复杂的吗？很有层次、很有立体面的吗？然后你要他猜，你自己都不一定了解你自己，对啊，你父母都不一定了解你，然后你要你伴侣猜透你，然后为你做到所有你想要的事情。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强人所难，根本就是在恋情里面拿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可是很多人却喜欢这个东西，会一直要去逼迫对方，像你刚刚讲的说，你要猜啊，你就动动脑啊，你怎么不自己想啊？像考试。对，就谈恋爱已经很难了，找到适合的伴侣跟愿意为你付出的伴侣已经很难了，我们还要再增加很多的栅栏，叫他跨栏跳。对，考试比赛。对，为什么我们要这样？我觉得我们可以想一下，无论男女，就是为什么要找到适合的伴侣已经很难，然后我们还要障碍赛？我们到底是想证明什么？人们不愿意我告诉你，你去做，而要你猜懂我，你去做。想要一个眼神，他就懂。没有这种人，我真的觉得没有这种东西，对不对？你就说出来嘛。对，我真的觉得比较好的爱是，我就跟你说我真的很喜欢什么，然后这件事情会给我什么价值，然后我会真的好快乐，然后他只要愿意为了我的感受或我的快乐愿意去做，我都觉得他好棒了，因为这已经是一个很真心愿意为你付出的人了。可是我如果还要猜，让你猜，考你，这我们讨厌考男，你不讨厌考女吗？哦，这不是也是一种，我就考你，那你到底干嘛增加生命的难度呢？我是觉得啦，稳交的确很容易遇到这个问题，可是我真的看到太多人被困在这个，我的需求你无法满足，可是我又不告诉你我的需求，我不期待一个主动自动完全通灵式懂我的伴侣，我不觉得有人可以这样。我觉得 AI 机器人可能可以，它可以扫描我的情绪，看我的眼神、眼球辨识，然后知道我今天想干嘛。我觉得这个会互相太内耗了，太折磨彼此了，而且通常有时候会折磨到自己。我刚刚一直在问你们，进入稳定期，这个平淡不好吗？因为一定会进入平淡期的，不可能天天热恋的，半年、整个一年总没了吧？那进入这个平淡期，这个平淡是不是微甜的？是不是舒服自在的？像家人一样。对，然后这个相处是不是舒服，跟你喜欢的？如果是舒服喜欢的，我觉得你们可能没有不适合啊。但是如果你会觉得每天都要像热恋期一样，那你真的就会变成要每半年换一个男友，每半年换一个男友，因为你还在想要疯狂的热恋。那我不觉得这有错哦，因为我们在某个年龄会很想要这件事情，就会一直换伴侣。只要没有了，我就不要，我要下一个，因为你也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地方。热恋期一过，你好无聊哦，那你就换一个，你玩到你不想玩为止，有一天你想定下来为止。因为你会发现就那样啊，热恋期能做的事情它不就那些，而且好玩的也是那些事情，也不是你这个人。有时候好玩的是这件事情，我们跟其他朋友去也是这么好玩，跟他没有关哦。是事情本身。对，是事情本身在好玩，不见得是对方。可是我认为可以长期走下去的伴侣是，做什么事已经不重要了，重点是你。
我们在一起，你在我身边，我们就很安心很自在。我们有时候不一定要做点什么，你做你的事，我做我的事，可是我们在同一个空间里。我们今天就像下午，你看你的书，我追我的剧，我们也没特别讲什么，对，有一种平淡的小日子感。只是说，如果你期待恋爱还不是这样子的，是要疯狂热恋期的，那你就疯狂去热恋，我觉得没有错。但是你要期待热恋感是由对方要不断制造给你，比较难。我觉得世界上的沟通真的已经很难了，不要再增加沟通的难度，不要再猜。如果你愿意说，然后他也愿意听、愿意做，我已经觉得好棒，真的。调整一下。我是这样觉得的。然后同样的还有就是对方的快乐是什么？除非对方的快乐就是让你快乐啊，不然我会去想，那你呢？你快乐吗？你一直取悦我，一直让我开心，那你呢？我会去注意这件事，因为我也希望你是快乐的哦。我不想要你只是一直在取悦我，可是你不快乐。我不希望我们之间是这样子的事情。我会想要找到，那我有没有让你快乐？我会想这件事，因为这才是互相对。稳交真是条难走的道路，不要再把它变障碍赛了。那想问大家有没有那种稳交之后觉得很平淡，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感觉呢？你都怎么解决？还是你就欣然接受了，或者是就赶快分手换下一个？推荐一下会员影片，到底什么是爱情？就是大家对于爱情的理解到底是什么？可以看一下这一集，有我不同的看法。还有就是到底要怎么磨合？就每次稳交之后就会开始很多的碰撞期，到底要怎么磨合才会顺利呢？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，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。